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生活100分，我是小米。我们的日常饮食离不开食用油，但一种食用油却被堪称为植物界的猪油。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种被堪称为植物界的猪油——棕榈油吧。提到棕榈油，很多人都觉得陌生，但其实早在5000年前的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棕榈油了。棕榈油是所有不同类型植物油中用途最广泛的，更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食用油。现在马来西亚和印尼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棕榈油生产国。因为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、熔点和质地，棕榈油可以被提炼成各种各样的产品，包括食品、生物燃料、药品、动物饲料、化妆品，例如口红；日常生活用品，例如洗发水、清洁剂、肥皂、牙膏等等。但它最常是用来制作蛋糕和零食。你只要在超市架上随手拿起的零食，如饼干、巧克力、冰淇淋、泡面，甚至是婴儿奶粉，仔细看看成分表，当中标示的植物油、植物乳化油、转化脂肪、起酥油、人造奶油等，它们的原料几乎都是精制后的棕榈油。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又耐高温，适合大量加工使用。精制后的棕榈油营养流失。棕榈油是取自棕榈果肉的油，与取自核仁的棕榈果仁油不同。棕榈果肉是红橙色的，因此未精制的棕榈油也是红橙色，又称为红棕榈油，含有大量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， 具有抗氧化、降胆固醇等好处。但是其量少且价昂，而一般常见的棕榈油是脱色、精制后的棕榈油，已不含上述营养素了。精制后的棕榈油经过区分技术，依照油品中脂肪酸凝固点的不同，再分为硬质、软质等不同质地，运用在不同食品中。棕榈油本身不含胆固醇和反式脂肪，而且它的冒烟点相当高，大约为230摄氏度，因而成为部分餐厅的油炸用油。用它加工的食物更可以标榜无胆固醇和无反式脂肪。但是这样并不代表它是健康的油。棕榈油在高温下安定性佳确实是一大优点，但它最大的坏处是含有相当高的饱和脂肪酸。它的饱和脂肪酸量高达 49.3%， 与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接近1:1，被称为植物界的猪油。虽然进食棕榈油会导致人类患癌有直接关系的研究很少，但欧洲食品安全局指出，进食被高温加工过的棕榈油是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，因为棕榈油在经过长时间的精制、提炼、高压、高温烹调时会产生缩水甘油脂肪酸酯。缩水甘油脂肪酸酯是一种不健康的脂肪酸，有研究指出它与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有关。研究发现，在老鼠的胃中加入缩水甘油脂肪酸酯会导致恶性和良性的肿瘤生长。因此，不管棕榈油对癌症是否有直接关系，专家还是不建议使用棕榈油来油炸。事实上，平日饮食应该要避免油炸食物，若一定要高温油炸，则要挑选冒烟点高、胆固醇低、饱和脂肪酸低且富含抗氧化物的油脂，例如芥花油就是好选择。因为食物中的肉类、奶类都含有饱和脂肪酸，我们很难从饮食中算出自己摄取了多少，再加上吃了隐藏在各类零食、食品中的饱和脂肪酸，一不小心就会超量。若在平常的烹调用油中再用棕榈油这类含有大量饱和脂肪酸的油品，会引发肥胖、动脉硬化、心肌梗塞、中风等心血管疾病。因此，棕榈油早已被许多营养专家列为不健康油品。日常的饮食中最好尽量避免吃油炸食品，并且养成购买前先看食品标示的习惯。尤其棕榈油的排行顺序列在前面，表示含量较多，最好少吃。大家平常会在家油炸食物吗？如果会，大家都是使用什么油的？欢迎留言与大家分享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好友。祝你健康幸福，
每天都过得精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